你知道动脉里的斑块到底是什么吗？是不是胆固醇堆积，还是别的原因？今天我会告诉你可能从未听过的答案。斑块其实是钙、蛋白质和微生物的混合体。想知道如何通过饮食来预防吗？我准备了一份特别的餐单，跟着我一起吃出健康吧。欢迎回到雅说健康，我是数字人小雅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怎么通过饮食来帮助减少动脉中的斑块，并且预防心血管疾病。我之前已经制作了一些短视频，跟大家分享如何避免心血管疾病和相关的慢性病。这次我会更专注于告诉大家该吃什么，具体哪些食物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特别有帮助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背景知识，了解一下心血管疾病背后的原因，特别是我们会讨论的斑块。那么什么是斑块呢？简单来说，斑块是由钙、蛋白质和胆固醇组成的混合物，而这些钙质往往是生物膜的结果。那么什么是生物膜呢？其实生物膜是一些微生物为了保护自己而建造的小壳或者像冰屋，这样它们可以逃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动脉里看到钙斑时，很可能在这些钙斑下面藏着微生物的一个社区。有趣吧？这些生物膜很喜欢聚集在动脉壁那些粗糙的地方。如果动脉壁够光滑坚固，生物膜就不太容易在这里定居了。问题是什么让它们卡在动脉的内壁呢？这通常与某种损伤氧化炎症有关，甚至和饮食中的糖分摄入过多也脱不了关系。如果你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，那问题可能更严重。此外，Omega-6脂肪酸、垃圾食品、酒精等等也都是罪魁祸首。当你看到斑块时，你会看到一种特定类型的低密度脂蛋白 LDL， 就是那些小而密的 LDL 颗粒。胆固醇并不是自由漂浮在血液中的，它总是有个小船运送它，这个小船就是 LDL。 而这种胆固醇和钙蛋白质混合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了斑块。斑块就像一种创可贴，把动脉内壁的受损处包裹起来，而这其中不仅有钙和胆固醇，还有一种纤维组织，类似一种蛋白质水泥，把它们牢牢粘在一起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有没有办法预防、减缓甚至逆转这种情况呢？答案是有的，我们可以从几种营养素入手。首先要说的就是维生素 K2， 它能把钙带回骨头里，而不是让钙沉积在软组织里，比如动脉或关节。如果缺乏维生素 K2， 钙就容易在错误的地方安家，像动脉斑块就是一个例子。维生素 K2 能有效预防这种情况。有趣的是，有研究发现，动脉斑块和牙周病菌有很大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口腔里的细菌竟然会跑到动脉里去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保护牙齿健康对心脏健康如此重要。口腔里大概有700多种不同的微生物，有些是致病菌。如果你的牙龈健康状况不好，像是牙龈出血，那这些微生物就能通过血液流到动脉。所以多吃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对心血管健康非常有帮助。高维生素 C 的食物不仅能增强免疫力，还能抑制生物膜的形成，特别是在动脉内。维生素 E 也是心血管健康的重要一环，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，能保护动脉内壁免受氧化和炎症的损害。此外，维生素 E 还能支持心肌功能，预防心脏病发作。除了这些维生素，保持低摄入 Omega-6 脂肪酸，同时增加 Omega-3 脂肪酸的摄入也非常重要。Omega-3 能显著减少炎症，改善动脉健康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猜到了吧？ Omega-3 脂肪酸含量高的食物中，三文鱼肯定是一个好选择。用中低温烹饪三文鱼，以尽可能的保留它丰富的 Omega-3。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一种食物，可能会让你有点惊讶，那就是酸菜。是的，发酵的卷心菜。这可不是普通的菜哦，酸菜不仅富含维生素 C， 还富含益生菌，特别是乳酸菌。乳酸菌在发酵过程中产生，不仅对肠道有好处，还能帮助降低血压、调节胆固醇，尤其是那些小而密的 LDL 颗粒。酸菜中的乳酸菌还能促进2级胆盐的生成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吸收维生素 E、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2。酸菜确实是一种超级食物。
特别是对于心脏健康来说，它的好处多得难以数完。不仅如此，它还能帮助维持肠道健康，防止微生物通过肠道进入血液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最后来聊聊芝麻菜，可以用来制作沙拉。相比于普通的生菜，芝麻菜要更优越得多。它是十字花科蔬菜，富含一种叫做 DIM 的物质，可以有效减少生物膜的形成。芝麻菜还能帮助控制血糖，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有助于降低血压。在这份沙拉里，我还会加上特级初榨橄榄油。橄榄油不仅能降血压，还能消炎。加入苹果醋或香醋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醋酸能帮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，还能调节胆固醇水平。再加上富含维生素 E 的葵花籽，最后来点硬质奶酪，比如帕尔玛干酪，这些都富含维生素 K2， 帮助钙进入骨骼，而不是沉积在动脉里。选择正宗的意大利帕尔玛干酪效果最好。虽然市场上有很多仿制品，但要注意选择没有添加剂的。再来一瓣大蒜，无论是生大蒜、发酵大蒜还是大蒜粉，大蒜都有强大的抗微生物作用，对心血管健康有很大的好处。好了，以上这些就是今天的健康餐推荐，记得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减少动脉中的斑块，保护心血管健康。看到这里，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将为您带来更多实用并且简单易懂的健康知识。我们下期见。